日本人将松茸视作神一般的存在，甚至是进贡给皇族的顶级宝物。而在中国一些地区老一辈人眼中，松茸喂猪，猪都不吃。这里是知识天地。松茸在采摘时携带有非常浓重的泥土和腐木的气味，被很多老人描述为肉桂和臭袜子味儿，通俗点讲就是臭味儿。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中国没有人采食松茸，后来由于利润丰厚才逐渐被挖掘。因为松茸只在秋季采收，因此也被称为秋季味觉之王。据说其味道异常鲜美，口感微脆。日本人多以炙烤、煨汤等方式制作菜肴。日本厨师购买带泥松茸，只是简单清洗，绝不用铁器切割，清淡烹调，放大松茸本身特殊的鲜美特色，营造珍贵食材的高级氛围。中式烹饪多高盐、高油、高热，又多配合使用各种调味品，烹调方式本身就不利于松茸风味物质的释放。加上我国地大物博，物产丰富，食用菌种类异常丰富，对于食物来源人们有更多的选择，松茸自然不会作为首选，甚至不会被考虑端上餐桌。日本国土面积有限，适合松茸生长的区域更是屈指可数，本身松茸的储量就不足，所以被极度推崇的松茸吸引着全日本的胃口。上世纪70年代，日本国内因为过度采摘，松茸几乎绝迹，于是日本人开始进口松茸，以满足国内食客的胃口。他们先是从韩国进口，但同样是弹丸小国，很快韩国产的松茸也无法满足日本的消费量，最后日本人把目光投向了中国。我国松茸总产量的90%都销往日本，可以说是日本松茸市场背后的支柱。一般我国出口松茸价格平均每斤200元，日本市场售价则高达1000元。2021年日本松茸拍卖会上，一颗长14厘米、重95克的松茸被拍出了9.5万日元，约合人民币5600元的高价。在国际市场上，松茸被分为48个等级，大概的评判标准是：长度越长越好，伞盖未开最好；长度小于5厘米和伞盖全开的不进入市场流通。其中等级越高的价格也越高，像黑松露一样高品级的松茸已经不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食材了。松茸价格为什么如此昂贵呢？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无法进行人工培育，且生长缓慢。松茸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：一要无污染，二要伴生松树、栗树，三要特定的海拔、气候、土壤环境。我国的松茸仅分布于四川和云南的藏区、西藏林芝地区、吉林延边地区。仅四川省松茸储量可达到4000到7000吨，但松茸产量受环境影响极大，这种靠天吃饭的产业很难有稳定的货源供应。遇到雨水不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，市场上松茸供应必然受到影响，价格自然波动极大。松茸生长速度极其缓慢，采收期却非常短。松茸菌丝需要在地下默默生长近5年才能产出松茸子实体，而松茸最佳采摘期只有短短的2-3天，因此采摘人必须熟悉山林环境，维护自己的菌窝，才能保证松茸产量。采摘松茸从来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，专业的采菌人徒步1公里才能找到1颗松茸，一天最多捡40-50颗。我国松茸运往日本后，能够卖出每100克近6000元的天价，究竟是凭啥？首先，松茸保存非常困难，采下来的松茸必须立刻覆盖松针，进入冷链保鲜。为确保新鲜、保持风味，日本比较讲究的酒店还会要求供货商，松茸从采摘到上桌不得超过48小时。日本人还神化了松茸的保健功效，他们将松茸宣传为珍贵的药材，有抗衰、保护心脑血管、提高免疫力等多种神奇功效。二战中，广岛、长崎被投放原子弹后，日本人惊奇地发现，被轰炸的区域只有松茸存活下来，因此松茸更是被赋予再生能力的神圣光环。加上松茸外形酷似男性生殖器，日本人取以形补形的理论，夸大松茸能壮阳。
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种曾经被嫌弃的食用菌，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松茸广泛进入到高档餐厅和酒店，成为餐桌上的新宠。加上近年来国内电商行业和物流行业的繁荣，越来越多的松茸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从一手供应商手上买到，不仅价格上占优势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最顶级的松茸留在中国供国人享受。毕竟松茸属于我国的保护物种，发展松茸产业的前提是保护环境，实现科学经营、规范采集。只有保护好松茸，才能进一步发展松茸产业。随着松茸产业的不断壮大，各松茸产区的林草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，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野生菌资源保护理念，规范行业标准。现在各地的采菌人和收购商都不再采摘和经营5厘米以下的松茸，积极主动地保护当地松茸资源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